我們在佛堂裡八仙桌的分享當中，有一位師兄在所有人面前就当场講說，很難想象師兄居然可以在歐洲當導領，就是導遊兼領隊，一待就是35年，孤立無援的狀態之下，還要每天面對複雜的行程、縝密的餐飲住宿安排，還要應對40張以上的眾口云云，真的不曉得你是怎麼撐過來的。那時候老狼只是一笑帶過，心裡想的只是，不就是把一團人平平安安帶出去，再平平安安带回来嗎？直到今天回頭看，才發現35年撐下來的，其實不是體力，而是自我療癒的能力。蛋炒飯與鍋邊素，吃完這一頓，只是為了再走4小時。當年在歐洲帶團，午餐幾乎清一色是華人移民開的中餐館，福州、泉州、昆山，一整片在歐洲打拼的兄弟姊妹。理由很簡單，中餐便宜，吃得慣，出菜快。如果改吃西餐，以午餐來算，少說2小時起跳。對跟團的人來說是一種享受，對導領來說卻是後面整個行程都要大亂。老狼吃素是蛋奶素，說好聽叫健康素，說白一點叫鍋邊素，荤菜裡面挑素菜吃。這樣餐廳不用特別洗鍋，另外開一灶。所以在很多餐廳裡，老狼的標準答案就是來個蛋炒飯吧，也不用洗鍋。老狼的最高紀錄12天行程吃了20頓蛋炒飯。不是老狼特別愛吃蛋炒飯，而是很清楚一件事，吃這一頓只是為了再修行，再行走4個小時。吃飯不是為了享受味蕾，而是為了有力氣把大家安全帶完那一圈橢圓路線。3橢圓路線與自由必須自個負責。老狼最喜歡用橢圓形來安排行程，先帶整團人從一端出發，一路走到另一端，中間經過一個又一個景點，途中每到一個主要景點前面，老狼只給2個簡單的規矩：一，只准拍1張照片；2，照片裡不能有人，只拍那個地方，拍完馬上跟上隊伍，不跟就先留在原地。老狼之後會回頭把你撿回來，但整團不為你停。走到橢圓的另一頭，才放至少45分鐘自由活動。有人會問，萬一迷路怎麼辦？老狼的 SOP 很簡單，拿出手機，找一個穿制服的當地人，或者一位看起來很有笑容的意大利阿嬷，把畫面給他看，茫茫然轉一圈，通常對方一定會指一個方向，歌劇院在那裡，順着走就能回到集合點。老狼只守一條鐵律，幾點幾分開車。如果你沒提前5分鐘到，時間一到，車就真的開走。你可以拿行程表叫計程車追團，因為每個人手上都有行程表，也都寫清楚今晚住哪一家旅館，電話、地址一應俱全。自由是給懂得對自己負責的人用的，這是老狼對團友也對自己的交代。4黃石公園，烤箱壞掉，變成全團最嗨的一餐。有一回在黃石公園，原本安排的是一頓正式的牛排午餐，牛肉前一晚就泡好紅酒，調好了佐料，正常情況下只要放進烤箱15分鐘，端出來就是一頓完美牛排。結果偏偏就在那天，烤箱壞了，20幾個人眼看沒飯吃。一般的做法大概就是跟團友道歉，加發餅乾，或者乾脆把責任推給餐廳。老狼那天做了一個選擇，請餐廳老闆幫忙，請3星級大廚一起到黃石公園的烤肉區，把那一餐改成全團一起烤肉的加碼行程。當年的烤肉區設備很好，洗手台、烤架、
甚至鋁製餐具一應俱全。現在想想才知道，鋁盤对老人失智有風險。科技進步也是在補過去這些洞。那一天的畫面是這樣的，團友們圍着烤架，三星大廚在旁邊幫大家烤牛排，示範刀工。大家邊吃邊學，笑聲滿地。那一團不但没有任何人抱怨，還有人回國後寫信給旅行社表揚，說這個導領簡直是天才。老狼那時候常笑說，智商可能只有118，但那一天的情商大概破138了。其實老狼只是用一種方式告訴自己，无常先來的時候，不去怪誰，先想怎麼讓大家心安。戰狼時期，4小時睡眠，站在前線。那個時期的老狼心裡真的把自己當成戰狼，不只是因為看過那部電影，而是清楚知道自己就是一群狼的領頭狼。加上天秤座屬羊的組合，天秤座要求公平，屬羊天性顧全大局，導致老狼養成一個習慣，一天只睡4個小時。行程大概是這樣：晚上8、9點把團友送上樓，自己回到單人房，不給單人房的公司，老狼就不接团。一來是打呼太大聲，二來是晚上還有大事要做。接下來就是逐一打電話 reconfirm， 下一站旅館、餐廳，比較早期的年代甚至要確認48小時之後的回程班機，往往忙完已經1點半、2點，頭一碰到枕頭就睡，打呼聲大到連水泥結構都會微微震動，那就是身心俱疲的證明。第二天起來，照着前一晚寫好的行動綱要一條一條執行。6英語字根 Google Translate 跑進腦袋裡。當年在部隊，老狼有一段時間負責軍官營庫房，每天都在庫房裡守着，自由度很高。那時候老狼做了一件看起來很傻的事，把一本英語字根學央格薩斯字根學整本背熟。後來在歐洲帶團，走在街上，看見各種語文的路牌、咖啡機按鈕、招牌，腦中常常出現一種很像迪士尼卡通的畫面，文字會自己慢慢轉成英文，像現在的 Google Translate 一樣，在腦袋裡跑。那時候老狼的感覺是，人腦開發不到1%，如果有一點臆想的能力，再加上規矩的框框，也許真的有機會摸到更高維度的一點邊。七科學巨人、玄學以及一團很亮很亮的光。老狼常常問自己，真的有神嗎？真的有仙女嗎？真的有 Buddha 嗎？後來發現，很多科學界的巨人一路研究下去，最後都轉向玄學找答案。台灣有位很有名的教授做過一個實驗，找還不會寫字的孩子，讓他們用手去摸袋子裡藏的一個字，孩子看不到字，只能靠觸感。結果孩子卻能畫出那個字的圖形，只有幾個字畫不出來，其中一個是佛。當你在問孩子，你看到的是什麼？孩子回答，有一團好亮好亮的光。這讓老狼更確定一件事，有些人就是比較接得到那邊來的訊號，而不是每個人都接得同樣清楚。從量子學的角度也好，從玄學的語言也好，老狼相信，如果連某種絕對都不存在，這個宇宙大概也撐不住。退休之後，天平的蹺蹺板失衡了。後來老狼退休了，照理說領隊的生活告一段落，應該可以好好放鬆，但老狼發現，那一套為團友撐到底的心態，還是被老狼搬到日常生活裡，把周圍所有的人當成以前那一團又一團的兄弟姐妹，把每一個環境
當成一個需要維持公平的戰場。於是不平衡的蹺蹺板又出現了。天秤座的個性是秤子兩邊一定要重量相同，但現實是再也沒有工作可以拼命，連計程車都不能開，心裡還掛着某位師兄說的那句話：等你退休你就知道了，現在天天忙到沒時間想，等你退休你就知道踢到多大一塊鐵板。就這一句話讓老狼整整一夜睡不着。可是老狼沒有把恐懼說出口，而是藏在行為裡，拼命去賺錢，至少要能供養親愛的另一半，也照顧好自己。老狼甚至当着大家面對另一半說过：你好好休，這些業務就由老狼來背。現在回想，只能苦笑一句，這真的是初生之牛不怕虎。9收束，純好心真的足夠嗎？說了這麼多故事，老狼才發現一個最要命的問題：純好心真的就能說好話做好事嗎？當老狼把自己那一股狂的勁兒，那種過頭的用力，毫不節制地展現在眾生面前的時候，就算出發點是為了他們好，就算腦子裡想的是我要照顧大家，他們還能真的在老狼身邊感覺心安舒服地待着嗎？這一集要說的其實只是很簡單的一句話，其實修行者最可貴的就是自我治癒的能力。不管摔倒多少回，不論踢了多少塊鐵板，儘管心已千瘡百孔，只要有自癒能力，那麼修行的路上就不再是簡單的躲在暗處舔傷口，而是讓自己在心安的狀態下能夠找回再走4小時的力量與信心。自我療癒是修行者的保命法藥，如果連自己都療不好，那一點點純好心很可能只會變成別人心裡的壓力。老狼現在要學的不是用力去撐住所有人，而是先把那股狂收回來，讓在身邊的人真的能放心的願意靠近，也願意離開，願意跟老狼一起走，也願意停在自己的步伐裡。這才是這一生導領35年老狼重新學到的那一課。